Hello，大家好，这里是易阳。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早就想和大家说一件事情，但是呢，一直没有组织好语言。嗯、就是呢，大年初三的那天晚上，我和我爸妈出柜了。我从2021年就开始写自己的出柜计划，真的写了好长时间啊，好像永远都写不到结尾。时间久到我自己的心境都变了。但是计划终究是赶不上变化，在我的计划还有条不紊、非常顺利的执行的时候，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并没有开口讲，是他自己猜到的。那天我去，跟着家里几个人一起去走了亲戚，然后那个亲戚呢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没错，我今年27岁了，第一次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晚上我妈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开心啊，晚上就在那里骄傲的说啊，就算介绍了，咱们也不一定会同意，也可能因为开心过头了，然后就又开始盘问我为什么不找对象，为什么不想结婚，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什么之类的。其实那些理由、那些原因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了，他也能够理解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心境。当然，我没有告诉他最深层次的那个原因。这次他又开始问我，然后当我又在脑海里面组织语言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猜了，说是不是因为看惯了其他家庭的婚姻的不幸被影响的？可是咱们家庭还挺幸福的呀。还是说，是不是因为真的是想多玩几年，不想这么快被家庭和孩子牵绊住？还是说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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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最后他又补了一句，还是说你喜欢男孩？时间倒退回初三的下午，也就是出柜前的5个小时。那个时候我刚走，那个时候我刚走完亲戚回来，站在家里，我突然有一股想要跟爸妈坦白的决心。我也不知道这股想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它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觉得好像万事俱备，就差我的一句话而已。这种感觉十分的强烈又莫名其妙。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哎，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感觉呢？也算是为晚上真的和爸妈出轨打下了一点心理上的基础，做了一点心理准备吧。今年的天气真是多变呢，明明昨天还暖和得很，今天居然下雪了。我爸我妈坐在床上，然后我坐在床边。这个时候我整个表情已经僵住了。当他突然猜到的时候，我本来还想着再狡辩2句，但是那一刻就是心里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期盼、所有的不安全部都涌上心头，让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表情管理。我妈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异常，然后她说，因为实在是装不下去了，所以最后我还是承认了。雪又下了吧？我妈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因为她在外面工作，也会接触到一些我们群体的人。但是她说她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到我身上。她的情绪还算稳定，然后我爸在那儿哭得梨花带雨，我还以为他会更坚强呢。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里把所有我能想到的反应全部都给了一遍，又是说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是爸爸妈妈的骄傲，又是说不行，还是得结婚，还是得要孩子，又是说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啊，又是说你不是真正的 TXL，你只是有心理障碍。过来，我倒不觉得自己有障碍，我觉得自己可阳光开朗、可充实、可健康饱满了。你吃一点。我当时没有反驳他们，因为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刺激他们了，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默默答应了。然后
他说让我看心理医生，我说 OK，可以的。我当着他们的面，我就已经开始预约医院了，约了厦门最好的心理医院。然后这个心理医院呢，有精神科和心理科，我不知道挂哪个科，他们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说，那问一下 AI 吧，很合理吧，没有很突兀是吧？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培养他们两个用 AI 解决问题的习惯了，现在他们两个对 AI 特别的信任，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下豆包，通讯录的治疗是要挂心理科还是精神科？结果可想而知，豆包声情并茂的朗读了超长的一段文字，大家听完之后都沉默了。太阳在坐过山车，后面慢慢的稍微缓和了一点，大概过去了2天左右的时间，我觉得他们已经缓过来了。然后我爸跟我说，然后我妈说她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作为当事人肯定比他们作为旁观者要经历更多的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她很心疼我。3年前那个视频里没有挖到的野菜，这次真的被我挖到了，挖了好多啊！就这样2天，一切就都恢复了正常。他们两个好像，好像不知道是接受了，还是说也知道自己改变不了，所以默默的承受了这件事情。爸妈这一关就这么过了，然后接下来的路倒也倒也是明朗的，只不过我只是有了方向，我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连男朋友都找不到，我去哪儿找女朋友啊？往好处想，最起码出轨计划我不用再写了。唉，最后那几天过得真是内心相当的煎熬。不过好在全部都过去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妙情绪在里面，不过无所谓了，毕竟确实是需要给他们时间去消化的。我自己接受自己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接受我多花点时间也是应该的。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迅速的，但是也是迷茫的。我是没想到能这么顺利，我爸妈能这么开明，也不能说这么开明，而是这么快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可能他们也很无奈吧，但确实是改变不了什么，改变不了的事情就只能接受啊，那还能怎么办？好，就这样吧，谢谢大家的聆听，拜拜。天气又变得特别暖和，暖和到家里的樱桃花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全部开了，好多好多的小蜜蜂在采蜜，不管雪下的多大，最后都会暖和起来的，对吧？